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讲史上最大的 IPO 蚂蚁集团上市暂缓。那么我们今天讲蚂蚁集团上市暂缓的导火索和真麻烦那么今年的金融市场有两件事情。大家最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4月份的金融危机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蚂蚁集团上市。蚂蚁集团上市现在的蚂蚁集团在上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膨胀两件事情膨胀。第一个，上市集资规模膨胀现在已经膨胀到了350亿美元。然后它的估值也在膨胀现在估值已经达到2800亿美元所以其实蚂蚁上市暂缓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坏事因为好像大家账面上的钱更多了所以蚂蚁集团上市其实可以讲是一波三折13号市场上传出来说，这个中国证监会正在暂缓了蚂蚁上市的进程，然后开始对蚂蚁集团开始调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事情，这次证监会的调查涉及什么？涉及呢支付宝支付宝独家提供了蚂蚁新股的这个战投基金的认购这是一个叫什么呢？据说这件事情一开始，这个中国证监会的门槛就被踩破了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讲。蚂蚁集团上市，它有引入了8个开放式的基金去作为战略投资者那么其中有5只战略投资基金。它规定这5只战略投资基金只能通过什么呢？支付宝进行认购，也就是说打开支付宝里面就会有这5只基金认购这个蚂蚁集团股票的这个通道然后就蚂蚁支付宝的客户可以通过支付宝在这5只基金战略投资者，这5个战略投资者进行这个认购蚂蚁股票就是 IPO 的这个认购那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呢，就是针对支付宝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那么10月初的时候中国证监会曾经发过一个文件那么要求互惠基金的分销商尽量避免分销跟自身业务有关的产品，以避免这个利益冲突这个话是没错但是蚂蚁基金要求这5只战略投资者，这5只基金只能通过支付宝的通道去分销它的这个股票。那行不行呢？当然行但是似乎和我刚才讲的那个文件相冲突正好那么大概有1000万中国的这个股民散户通过这个5个基金去认购了蚂蚁的股票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有点怎么说呢？原因是我们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个行为影响了就违背了10月份中国证监会的那个文件，但实际上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银行去告状为什么？大家知道现在银行的主要的利润，特别是银行的分行的主要利润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基金产品基金、保险这些金融产品的销售金融产品的销售是现在银行的主要，特别是银行这些网点的主要的收入。你现在这么大的一个 IPO， 你一切
8个基金，你把5个基金的这个通道直接切到了支付宝独家代理，也就是说，这个蛋糕直接自己就吃了，支付宝吃掉了。支付宝是蚂蚁基金的核心的平台啊，所以呢，这银行当然不干。这银行你这一搞，我们吃什么？那么只剩下三家不够吃啊，所以现在就真正出问题的是什么？真正出问题就是告状啊，告状吃独食，认为蚂蚁自己上市啊，本来这个蛋糕大家一起分挺好，结果一看，哟，这个8只基金5只独家代理，大家不高兴，这中国证监会的门槛都踩破了，去告状去了。这件事情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当然这个是个导火索啊，这个导火索。那但是呢，本来呢，蚂蚁集团是8月25号向港交所和上交所啊递交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啊，本来是准备10月份上市啊，而且是2个市场同时上市。按照正常情况，理论上应该是10月份就能够完成。8月底的话呢，那么理论上这个10月份就应该上市的了。那么现在你看这个情况，肯定应该是上不了的啊，上不了。那么蚂蚁集团自己本身就表示呢，他说他没有违规啊。关于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的细节已经做了完整和充分的披露。没有承销自己的 IPO， 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提供通道啊，他只是提供通道，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全部都是谁在做？5个基金在做，他只是把分销的这个渠道归到他这里来，所以他否认他这个叫什么？做自己的分销自己的产品。那么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一直是由基金公司自己独立运作的啊，所以他没有操作啊，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最后怎么解决，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当然，肯定这个事情一出来，肯定是个很大的事，这么大的事情啊，那大家肯定要坐下来谈啊，坐下来谈。这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另外有一个说法，路透社报道说这个蚂蚁集团在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的合作银行当中，至少有2家现在停止和蚂蚁的这个新增互联网消费贷的这个业务这是一个动向。那么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审查蚂蚁技术平台发放贷款的银行，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蚂蚁集团的现金流和快速增长的消费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遏制金融风险那么它是这样在贷款业务这块，蚂蚁集团有一个独创性的模式这个独创性的模式谁都做不来，就只有蚂蚁做得来蚂蚁是怎么做的呢？蚂蚁是因为它是什么？蚂蚁的核心的平台就是支付宝，支付宝连接什么？连接2块，一块是消费者消费者大家去淘宝买东西用支付宝，他可以通过支付宝的业务了解他的客户，了解他的需求，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是中小企业卖家通过他的这个淘宝的平台，通过支付宝收钱，他既了解消费者，又了解中小企，他怎么办？那么其实银行很想找谁呢？其实银行很想找消费者贷款，把消费贷贷给消费者，甚至很想找中小企把一些短期的贷款贷给中小企。这正好是支付宝的客户。于是呢，
蚂蚁集团就搭一个桥，搭一个什么桥呢？他把银行的产品放到他的支付宝上面去，银行什么贷款、消费贷，他就把他的客户的资料就就是引到什么呢？就是他提供一个贷款产品，他提供这个贷款产品，然后就让他的消费者去贷款，但是他这件事他不做，他把这个需求全部卖给什么呢？卖给跟他合作的中小企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很需要这个业务，所以呢，这两个一搭就搭上了啊。其实他中间呢就收个手续费，实际上是这个业务是银行再把贷款、消费贷贷给这个消费者，他就中间呢起个撮合、起个桥梁的作用，大概是这样。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大，这个规模大到什么地步哈？截止6月底，蚂蚁平台促成的这个消费贷款总共有多少？17000亿，非常厉害，17000亿，占中国整个这个短期消费贷款的21%。一家平台，他做了全国21%的生意，你想想，这个模式独一无二，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啊！所以这就是其实蚂蚁集团最核心、最挣钱、最有竞争力的业务是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呢，也是让人民银行睡不着的这块业务啊。那么这两家规模较小的银行决定停止通过蚂蚁集团取得新的消费贷款业务。那么中央行就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门今年7月份发出通知，对商业银行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展开调查，了解这类贷款业务的坏账比例啊。说法呢是风控控制风险，就是说另外一方面也是尽量的避免这个商业银行对这个金融平台的依赖，因为当然这有生意为什么不做呢啊？那么但是这件事情那是让人民银行睡不着觉，为什么？蚂蚁集团的这块业务价值无限，为什么？因为消费贷的增长非常的快，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什么呢？借钱消费啊，就像类似像花吧这些，就借钱消费。借钱消费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消费模式。消费模式呢，但是呢，他们没有信用，他们信用记录不完整，所以其实银行是很难把钱贷给他们的。就按照现有的模式，银行很难把钱贷给他。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是支付宝的客户，支付宝对他们的信用记录很清楚，所以他很容易掌握一批他认为可以贷款的人，这一部分的客户正好是银行要的。那么中小银行跑到网上去找他的客户，改变了什么？改变了银行业的一个业态。中国的银行业叫壁垒森严。什么叫壁垒森严？中国人民银行最重要的一个权限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最重要的一个权限就是审批你开分行的你所有开分行业每一个分行你都得到我这里申请，我不是每个都批的。人民银行的这个壁垒森严讲在哪里？讲的是人民银行非常小心的保护4大现在变成6大国有银行的地位。国有银行的地位就是2个，核心的地位是2个，就反映它的地位的就是2个。第一个，足够大的存款规模。存款呢，储蓄存款是这些大银行的基础优势因为这个利率非常的低。为什么能实现一个庞大的储蓄存款规模？是因为它有足够多的网点。
但是它布这些足够多的网点，它要养活这些网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现在，以前不是哈，现在靠的是这些金融产品的销售啊，金融产品的销售，这个金融各个网点靠这些吃饭啊。那么你看这些大的银行，中国大的国有银行，第一个它分布很多的网点，然后每个网点都在靠这个卖金融产品为生，从而获得非常便宜、成本非常低的存款、储蓄存款，然后它的规模就很大，它就能做很多的贷款业务。这个网点也会做贷款业务，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格局。就是说，你大的银行有庞大的分支机构，小的银行分支机构就很少，就网点就很少，那你就没办法跟大的银行竞争。这个蚂蚁平台一出来，你需要庞大数量的网点吗？你就不需要了，你就直接跟蚂蚁买客户就好了。蚂蚁就把他的客户直接导给那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就获得一个什么呢？获得一个跟这些大银行竞争的利器。我没有那么多网点，我做不了那么多的生意，没关系，我跟蚂蚁合作，蚂蚁把客户导给我，我直接就把这消费贷做了。把消费贷做的同时，如果我资金不够怎么办？我直接去拆借去，因为蚂蚁平台上面的利率高，所以蚂蚁上市这件事情，这些大的银行，中国的大的银行是睡不着觉，因为等它一上市，它资金更多了，它可以在这个领域的业务，你想一下，蚂蚁有2个优势，第一个优势，现金牛，大家都把钱存在它那里，虽然现在这笔钱在那个人民银行的账户上，但是它还是有大量的现金。然后它有大量的客户，银行又要钱又要人，它全有，它不做，它这个业务1分钱都不做，所以它零风险。为什么？它只是中介，它只是把客户介绍给银行，银行去做这个贷款，我中间收手续费，我这手续费都收到这个以前叫蚂蚁金服收的手软。这就是蚂蚁现在的真麻烦，真麻烦是在这一块。中国的6大银行恨死了蚂蚁，因为他抢他的生意。其实在此之前，这些银行早就恨死他了。为什么？蚂蚁有个余额宝，这个余额宝对银行又是，其实蚂蚁一直在抢银行的生意。这余额宝一出来，其实是有颠覆性的。余额宝拿来干什么？买基金啊，买基金。以前很多人，其实蚂蚁帮助这个基金业很大的地方在于，很多中国人是没买过基金的啊，因为余额宝，所以很多没买过基金的中国人去买基金去了，所以他对基金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又抢了谁啊？基金是谁的生意？基金的分销生意其实就是那些分行。就银行的那分行去做分销卖这个基金，结果你蚂蚁那边一卖，我就卖不动了。你那边卖的便宜，因为手续费低，因为你没有成本。其实讲到底，你没有成本，你就是一个技术平台。我这里一个人的跟别人说服那些老头老太太去分行办理业务，颤颤巍巍老太太，然后你就一个小伙子上去啊，他还是一通猛说，结果买了一堆金融产品，这分行现在就是坑蒙拐骗，全部都是针对老人家，因为现在去分行的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了，老人家，所以蚂蚁集团上市最不高兴的是谁？人民银行的行长，这个睡不着觉。我们之前讲过，人民银行不出这个数字货币吗？其实这个蚂蚁下面的支付宝，它的主要业务是什么？第三方支付。这个第三方支付其实也是让人民银行睡不着觉。
当然不仅仅是它，还有就是微信支付，但微信支付不如支付宝，因为支付宝大概占够50%几吧，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微信支付占个38%，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水平。支付宝还是占市场的主体啊，超过一半，肯定是超过一半。所以支付宝会影响什么？支付宝会影响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它可以影响什么呢？影响流通中的现金，叫 M0 的数据会受支付宝的影响。支付宝的很多的政策会影响这个现金流，所以人民银行是睡不着觉的。就是说，我的这么多的现金，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很少我相信流通中的现钞不是现金啊，就支付宝里的钱也叫现金的啊。现钞就是大家拿到手里的纸币或者是硬币叫现钞，现钞的流通量应该少于0.1%，就是大家在花钱的过程当中用到现钞少于0.1%，就是大家已经电子支付了。那你想一下，大家都在电子支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家伙，他的占这个电子支付的50%，你睡得着觉吗？你是人民银行行长，你也睡不着觉。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要搞这个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其中一个，我认为基础原因，就是当初他们为什么要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时的主要一个原因是第三方支付，这些私营机构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又不是国企，又不是国有银行。你像银联不同，银联人民银行是控制的啊，银联是所有的商业银行掏钱搞的一个机构，那么人民银行也在里头的，人民银行管着银联的，这大家银联当然放心。但是你支付宝这事儿全在支付，这么多的现金是通过支付宝出来的，人民银行肯定睡不着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你想一下，蚂蚁集团他手上捏的2块业务，一块业务是第三方支付，一块业务是网上的这个消费贷，这2块业务都是让人民银行睡不着觉。人民银行睡不着觉，那就要让马云也睡不着觉。这就是导火索，是支付宝吃独食啊，让银行们不高兴了，告状的人把这个证监会的门槛都踩破了，这导致了证监会让蚂蚁集团暂缓上市啊。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他手上的2大块业务，一个是网上贷款业务，消费贷。你想一下，你可以做消费贷，那其他呢？其他的贷款呢？你万一不小心做按揭怎么办？你要是万一开始做按揭，其实他抢的都是谁的生意？就是蚂蚁平台呢，它是帮助中小企业，它不做贷款生意，它只做中介。它是帮助中小银行去打这些六大国有银行。6大国有银行是什么？我们讲央企是共和国长子，那么这个银行就6大银行是长子里面的亲儿子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国有企业是长子，然后央企是长子里面的长子，然后这个6大银行是中央政府的钱袋子，所以是不能碰的，谁都不能。所以人民银行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保护这几家银行，这几家银行绝对不能倒，倒了后面一堆的账填不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他的任务是2件事，一件事是去抢长子的生意，这一头把这个人民银行的现金控制了一大部分，那他就会有麻烦啊。这就是这个蚂蚁集团上市的真麻烦。那我们讲讲这个，我们还是讲讲钱吧啊，讲讲钱吧。
蚂蚁集团 A 股加 H 股总募集资金达到350亿美元，约合什么呢？约合人民币是2000亿啊，2000亿。那么不对呀，3721，5735啊，3721，2000多亿啊，不止2000亿啊，2000多亿啊，2400亿，将近2500亿啊，这肯定这场 IPO 肯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了。之前沙特的阿美啊，阿美上市集资是290亿啊美元，那么这是350亿，肯定是第一个啊，这第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认为蚂蚁集团是阿里集团的下属企业，这不对啊，为什么？你看一下啊，招股书显示啊，蚂蚁集团成立于2000年啊，注册资本237亿，法定代表人是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的井贤栋。毫无疑问，蚂蚁集团原来的支付宝大量的管理人员是从阿里过去的啊，而且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分家的，经常是这个调过来那个调过去啊。那么目前蚂蚁集团的股东分3类，第一个叫控股股东，第二类叫阿里巴巴，第三类叫其他啊。那么招股书显示，杭州君汉这是一家公司啊，叫杭州君汉，直接持有公司29.86%的股份。杭州君澳这两家公司持有，杭州君澳持有20.66%，两者合在一起占公司50.52%的股份。他们都是马云的一致行动人，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加上马云啊，他们是一致行动人，就是他们是一体的啊。那么也就是控股股东实际上就是杭州君汉和杭州君澳。杭州君汉和杭州君澳，它是这样，马云持有杭州君汉和杭州君澳的合伙人叫杭州云百，他们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合伙人，这个合伙人叫杭州云百。杭州云百，马云持有杭州云百34%的股权，然后井贤栋、胡晓明、蒋方分别持有杭州云百22%的股权，是马云的一致行动人。然后结论是什么？结论是马云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当然，在这个杭州君汉、杭州君澳和杭州云百这3家公司没有公开的股东，当然还有很多，这里面就有相当多的利益，因为这都不是上市公司，它不需要公告，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哈，阿里巴巴的股东啪下来没问题，然后这个蚂蚁集团的股东啪下来没问题，但是实际上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猫腻全部藏在这些没有上市的公司当中啊，比如说杭州君百，比如说杭州君澳等等这些啊。那么阿里巴巴只持有蚂蚁集团32.65%的股权，它不是它的控股股东。那么29个投资机构统称为其他股东，合计持有蚂蚁集团16.84%的股权，其中这个社保基金啊持2.94%，第4大，中国人寿持1.05%啊。蚂蚁通过杭州云百，叫杭州云百，持有的蚂蚁的股权占多少呢？占8%左右。那么如果蚂蚁上市，它是受益最大啊。那么蚂蚁上市之后给马云带来多少财富呢？1568亿美元人民币啊。那么他现在已经是中国首富啊，其实不是中国首富，是华人首富啊。2019年全球华人首富，当时他的财富是2600亿。那么蚂蚁如果真上市了，那么它会带来1568亿的财富，那么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当然2600亿其实是包含了蚂蚁的这个股权的。但只不过呢，现在蚂蚁的股权又增值了，蚂蚁估值又增加了，所以呢，
上市之后，马云的财富会上升到3500亿左右啊，3500亿，甚至有可能上升到4000亿啊，4000亿。其他的华人富豪就很难追的了，很难追的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讲这个蚂蚁集团的新闻主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还有2条新闻很快的过一下，一条新闻就是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号开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就很奇怪啊，因为它的主题是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啊。成渝当然就是一个是成都，一个是重庆，渝就是重庆啊。那么成都跟重庆这个审查这个成都跟重庆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的一个这样的纲要。那我经常讲啊，就是说中国很喜欢搞，习近平时代很喜欢搞这个什么经济圈啊，一会儿是珠三角，一会儿是长三角，一会儿是这个是各种啊，这港珠叫什么大湾区经济圈，做各种经济圈，做这种经济圈呢有没有用呢？这种经济圈呢，它自然形成的呢就有用啊。你比如说长三角，比如说中三角、珠三角啊，它就很有用。为什么？它是因为供应和需求的结合产生的经济圈。你比如说，我这里是贸易公司啊，我做出口贸易，然后厂子在东莞，那么深圳跟东莞的经济就非常的密切，其实它就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圈，因为大家有上下游关系。如果你把它结合起来，它就会降低交易成本。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把电话变成统一一个电话，那我就不用打长途，呢，我交易成本就下降，类似这种东西啊。你比如说原来是2个城市之间啊有过桥费啊，那我把它打通啊，就不收过桥费了，那我运输成本就下降，我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就上升，这就是自然形成的经济圈，它是有价值的，它会改变一些东西啊，会提高竞争力。但是像这种领导的拍脑袋就没有任何用处啊，只是领导拿来说事儿，因为这种东西呢完全没有可以审核，就是考证它到底成不成功的指标，所以你怎么说都行。所以习近平就很喜欢搞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但不是这一点不是我们讲它的原因，讲它的原因是什么？10月16号开政治局会议，10月26号要开五中全会，理论上这个政治局会议是五中全会前的最后一场这个政治局会议，理论上应该什么呢？应该是做五中全会的一个准备。你想就差10天要开五中全会、中全会，那你政局会议肯定要做一些准备。可是你在审议这个成渝地区的这个什么建设纲要，这个对于政治局来说，这根本不是个事儿。他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很奇怪。我想了一下，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本来那个会就没啥可开的，就是“十四五”规划本来就没什么可开的，也就是说，我要开那个会呢，就很空洞。我现在这个会再去为它做准备，就空洞中的空洞，就没什么意义。所以干脆我们还是开点别的嘛。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啊，这一个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法谈，算了，我们谈点别的吧。就2种可能性，没别的啊。这是一个事儿啊，那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时间不够了啊。另外一个就是休斯顿火箭队宣布这个莫雷辞职。莫雷大家记得吗？就是写了支持啊，就是支持香港人的那个莫雷啊，就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然后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然后最后什么呢？最后停播这个 NBA 啊。那莫雷辞职 ，ESPN 报道说的是季后赛火箭队1-4输给了湖人，火箭队的总经理这个莫雷向老板辞职双方完成这个过程那么现在是副总裁火箭队的副总裁斯通升任为新的总经理美国休斯顿火箭队在官网发布这个莫雷卸任的声明莫雷宣布是11月1号离开球队这件事情敏感性在于什么呢？敏感性在于莫雷原来是一个导致中国停播 NBA 的一个这个球队经理，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他在推特上表达了一件事情，他支持香港 ，Stand with Hong Kong 然后这个话被中国官方拿来说是这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那么中央电视台的发言人，体育频道发言人，官媒自己公布出来他发言人出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是有点恶毒他就说我们已经获悉莫雷辞职，对此不做评论。我们祝贺拉斐尔·斯通升职为火箭队新任总经理。我们在此重申，任何企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都要付出代价。希望莫雷先生一路走好。这一路走好的话呢，就不是跟人说的跟活人说的。这话就说得很恶毒那当然我不觉得莫雷的离职是跟之前的那个轩然大波有关系，但是呢中央电视台跑出来说这番话，这跟什么呢？跟之前中国开始重新播 NBA 联系在一起想，让人有一点感想而已但我还是觉得就算是这件事情同时发生，就是之前NBA 开始重播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国开始重播 NBA 的这个节目那然后呢，就是会不会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要莫雷辞职呢？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发言仍然让我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在这里我就说一嘴，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第一个。蚂蚁集团上市暂缓那么很多人的这个财富梦要再往后拖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开了一场无厘头的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无厘头的会，好像跟这个月底的这个五中全会1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莫雷离职然后中央电视台说了一番这个很恶毒的话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呢，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点短了，所以我尽量的能够把大家的问题读完，好吗？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Johnny Walker 谢谢984 Degree 谢谢Ken Tim Lee 谢谢漫画拼图谢谢王子好，身为台湾人，觉得您近期所有对台湾的见解都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相当佩服，谢谢。YY 谢谢潜水半年，今天第一天加入会员，王老师的视频是我唯一每天看的视频，谢谢王老师，谢谢 YY 谢谢你的支持。瓜喷赛谢谢给王先生的精彩分析点赞观点，蚂蚁上市对于电子货币是一种打击，但电子货币是国家要发展的项目，如果数字货币大力发展对蚂蚁是利空，所以这一操作感觉到很矛盾
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电子货币啊，就或者数字货币，不叫电子货币，叫数字货币啊。当然是为了对冲这个第三方支付在支付市场上的巨大份额，因为蚂蚁加上支付宝加上微信支付，已经占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的98%、98%、96%，我忘记了90%，反正95%以上。其他的那么多家只占5%，这毫无疑问，这两家机构是在垄断。所以其实之前是有一个新闻在传说什么呢？人民银行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提议调查蚂蚁和这个微信支付的市场垄断性。但是现在有点难，因为你是两家，你怎么垄断？两家是没有垄断啊，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什么啊。那所以人民银行对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啊，所以我认为人民银行做这个一开始就准备做这个人民币的数字货币，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支付市场抢回来，因为它对它的货币政策是有影响，或者甚至这个第三方支付它的垄断性这么高，直接影响了人民银行的货币主权，去影响它的货币主权。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民银行要把他们的这个资金池从商业银行搬到自己人民银行的账上去，原因就在这里。他认为他是侵害了他的货币主权，所以他要搞一个人民币电子数字货币出来。当然人民币搞数字货币又赋予了其他的含义，比如说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比如说人民币的主权。人民币的主权其实应对的不完全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它还有谁呢？你比如说Facebook 去年就开始酝酿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Libra。 Facebook 的 Libra 其实是非常危险，特别是对哪些货币最危险？ Libra 冲击最大的就是人民币，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民币没有实现可兑换，一个没有实现可兑换的货币，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流通性是受到影响的。那你想一下，这个如果 Facebook 发行了一个全球通行的货币，现在它叫平衡币啊，不管它叫什么，至少你手机里面有 Facebook， 你就有 Facebook 的 Libra 的话，你把你的本币换成 Libra， 你拿着这个手机，你可以跑到全世界去支付，而全世界都有人收的话，那 Libra 就变成一个全球的货币，它会冲击美元。但是它最先冲击的是什么？就是本币不强大的货币就会受到冲击。那很多人跑到中国在用 Libra 的时候，你管不到啊，你无法管到，你管都管不到，因为他一翻墙他就上了 Facebook， 一上 Facebook 打开电子钱包他就能付款，对方也有电子钱包的话，他们就能完成交易，那中间是非常危险，对人民银行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就是它的货币主权就直接受到冲击，而且它没法控制。所以这是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做数字货币，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货币主权有关系。那这个货币主权，他为什么要现在尽快的做？就是他先把市场占住，他的思路我先做一个这个产品，先让大家用起来，你那产品出来以后，我至少在底下已经有了，我能扛一阵子。这是一个防守性的策略，这不是一个进攻性的策略，不是个 aggressive 的 policy 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现在有很多解读说我们可以通过中共要通过数字货币来做很多很多的坏事我经常讲
中共要做的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这个 YouTube 上面也好，各个 Twitter 上面也好，讲中共通过这个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来做的这些坏事，他不需要数字人民币，他全部都能做，而且已经做了，根本不需要等它出来，等它流行，等它被市场接受，他才能够做这件。不是的，现在外头说的所有的坏事早就能干了，不是现在能干了，几年前就能干了。所以这种解读肯定是误导，我明确的讲，这就是误导。所以数字人民币归根结底它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民银行做的电子钱包，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只不过它赋予了很多含义而已啊。那么蚂蚁上市对它是打击吗？打不打击不好说，因为它还没面试，还没有人民银行还没有正式公布它出来，人民银行是要去抢他们的市场啊，所以未必对电子货币是打击，但肯定双方是有影响的。人民银行推出这个数字人民币，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谁？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这是肯定的啊。情况，蚂蚁下面的天弘基金2018年3月的时候规模就达到2万亿资产规模，国内最大基金，就是基金业啊。提问：当支付宝中间桥梁被央行砍掉，蚂蚁是否就完蛋了？毕竟蚂蚁是央行的眼中钉。我们说蚂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这个桥梁，那么央行没有砍掉它，央行也砍不掉它，因为它是有牌照的，它是合法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央行砍不掉它。但是央行可以限制它，央行不断的在限制它。你比如说，他现在就在限制它，他限制不了蚂蚁，但是他能限制银行啊。他就跟银行说，那你们现在呢不能够再太依赖这个蚂蚁的那个平台了，你必须减少，你得停下来。他的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通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搞太多了哈，就这个意思啊。提问：最近我们这里老是防空警报市民，而且收到好几条国家粮储局的信息，内容是让我们节约粮食，反对浪费。请王老师解读这是什么信号啊？我看到深圳也有说啊，说这种各种储备啊，什么提醒大家。我还是那句话，两岸之间的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既然存在的话，那就要做些准备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些准备吧，但是又不能明说啊，大概是这样。观点：所有的共产党的特征都是自相残杀。苏共前2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5个元帅中毙了3个，5个集团军司令毙了3个，2级集团军司令10个全部枪毙，85个军长毙了57个，195名师长毙了110个。苏联的做法就是直接枪毙，就是暴力啊，就是极端暴力啊。中共也是暴力，中共的暴力就是不枪毙，这跟毛泽东的性格有关系，拿来做活教材，这比杀人还狠啊。观点：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希望，包括所谓的改革派、开明派。别忘了，这些人也是党员，也是政治斗争中的幸存者，他们活下来的手段你无法想象。共产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正确。情况：王老师，我是中石化炼油公司的，上级通知要下载数字货币的 APP， 以后发工资补助都发在 APP 里，不是 APP 叫停了吗？怎么又让下载？还是以后要发钱用？
工资补助还是工资和补助？你跟我说一下。如果工资补助，那就不多的钱；如果工资和补助，那就所有的钱都发到 APP 里面去。所有的 APP 里面去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不干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发工资补助吧，把补助发到里头吧，让大家先用起来。现在数字货币 APP 你在哪下载？我不知道你在哪下载，它现在还没有实行，还没有全面上线啊。它只是深圳那只是公测，你这是直接已经上线了吗？你能不能再说把情况再说具体一点好不好？谢谢啊。观点，今天和几个美国网友聊了，都支持共和党，理由也很简单，民主党是高税收政策，共和党是低税收政策。这几位美国人告诉我，他们不觉得关税战影响到生活品质，真正降低生活品质的反而是高税收和奥巴马健保政策，那才是实打实的从他们钱包里 K 走钱。这个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啊。OK， 提问，请问王婶是否有留意泰国的反政府示威？如何看待泰国首次大规模出现要求取消君主制的呼声？我关注过一段时间，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跟泰王有关系。泰王的上一个泰王，就是现在这个泰王的父亲，在泰国有很高的威望啊，泰国人非常的敬重他，敬重这个泰王。所以呢，君主制在泰王持续这么长时间，一直平安无事。当然，中间发生了一个政变啊，这个政变跟泰王是有关系的啊，跟老泰王是有关系的。那场政变其实对泰国的影响非常的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泰国出了一个总理啊，这个总理很厉害，选举很厉害，老是选赢。他代表什么呢？代表泰国的，他用很多的手段去收买这些选民，其中包括农民，主要是农民，给农民发补贴啊，所以他总是选举总赢。那么泰国的中产阶级呢就不高兴啊，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于是呢，这件事情泰王是怎么看的？泰王觉得这个总理，我不说名字哈，这个总理有一点心术不正，觉得这个总理心术不正。于是呢，军方就发动政变。军方其实只听泰王的，所以军方发动政变，把这个总理赶走，就是等于是军管。那么后来这个老泰王就去世，新泰王上来，当然没有原来老泰王的那种威望然后他的这个名声都没有原来老泰王好。那么现在这个局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势，就是君主制度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皇室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会对这个君主制度的存在性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新的这个泰王呢，有些做法是不被认可的啊。那么这不被认可的行为对君主制以及现在的泰国的这个政治状态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刚才这位网友提出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示威，要求取消君主制。原因就在这里，一方面这个没有还政于民，泰国王室没有还政于民，这个军方实行军管到现在没有还政于民，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泰国人是不满意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原来老泰王的威望能够把这些问题抹平或者是压住，新泰王上来，
他的品行和老太王还是有点差距的啊。那么他有些行为不受接受，那么这件事情就压不住了，压不住了。那么军队的这个军管加上这个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泰国老百姓不满意了，就有要求取消这个君主制啊，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情况，知名网红中老神仙钟南山啊，钟南山又开始带货了，带货板蓝根、白云山港股目前涨了11%，即将突破12%。不得不佩服钟南山的带货能力，花钱找他带货实在是物超所值。钟南山的主业就是带货，他做什么院士都是他的副业，那个副业主要是为了维持这个主业的业务啊，业数的支撑啊。提问王先生，数字货币跟传统银行账户的钱可以互相转换吗？我理解哈，我没看到。我理解，数字货币，人民银行不会发行一笔钱，这笔钱叫数字货币，不会发行，因为人民币是不分彼此的啊，就是说这笔钱就是钱，不存在这笔钱数字货币，这笔钱不是数字货币。不过，人民银行处于不同的状态，就是不同的位置，就不同的形态。你比如说，我讲人民银行就有点像水，水有3形态：液体、气体跟固体啊。人民银行也有三形态，就是现钞，这个银行里的资金，然后就是这个数字货币。那么数字货币理论上应该是你从银行把钱拨到这个数字钱包里面去，然后你数字钱包如果跟银行账号绑定的话，理论上你能往里面拨钱。也能把数字货币里面的数字钱包里面钱往账号里面拨，因为数字货币是什么？数字货币就是你把这个银行账号里面的钱拨到电子钱包里面去，那就叫数字货币。那电子钱包里面的钱就叫数字货币。你把钱拨回来，那就是普通的钱了。其实，所以我讲，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吹了一个天大的泡泡。还专门搞个研究所啊，其实搞来搞去就搞了一个数字钱包，啥都没搞。那所谓的发行不会，人民银行不会发行一笔钱，这笔钱叫数字货币，这不 make sense。我认为是这样啊。观点，关于昨天的新闻，我理解王先生说为什么要2个以上的信息源才报道，这是尊重事实的态度，而且我也相信美国有很多和王先生一样有新闻理想的一线记者，一定会持续报道，相关新闻会越挖越多。我昨天在推特上跟一些网友聊啊，就是甚至很火爆。后来我把前面的那些有一些冲突的推特我全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一个不对等的讨论。这个什么叫不对等的讨论？就是我是新闻工作者，我是新闻从业人员，跟一个不是新闻从业人，只是新闻的消费者，我们在进行讨论。什么叫新闻？什么叫新闻机构？新闻机构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我们根本就不对等，因为大家掌握的资讯不平衡，所以我后来全部给它删掉，原因是这个啊。那么我在推特上面讲，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不是客服。我在推特上，我有的时候会跟网友沟通交流，告诉他一些我们业内的情况，但是我不是去说服大家，不是去做客服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今天也讲一下啊。新闻自由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主国家，对一个正常的国家非常重要，所以它叫第4权。美国叫3权分立啊，3权分立，国之4维。其实美国是有4维啊，就是行政、立法、司法、新闻，就是国之4维，才维持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所以新闻机构它是一个国体的一部分，大家不要以为只是满足我们平时
八卦一下，不是这样的。一个新闻机构对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不可或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会迅速的腐败，它无法正常运转。所以你去看一下，新闻媒体发达的国家都是非常先进的国家，新闻媒体不发达甚至无法正常运转的国家，一定是正在没落的国家，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美国宪法里面会规定很清楚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新闻自由的法源，你只有言论自由，你才能够保障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法源是言论自由，这一切都是这样。美国的新闻媒体不是人民日报，所以我在推特上有网友说啊，现在什么时代了，新闻媒体哪活得下去？它背后都是靠金主活着的。你知道美国有多少新闻从业人员吗？主要的媒体当中有100万记者在前线跑，如果加上不是主要的新闻媒体，就是地方的那些媒体，有200万。这些媒体都是背后有金主的话，有花多少钱养他们？大家想一下就知道，这是不 make sense 的啊。美国的新闻媒体是维持美国国家运行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之一。没有人有能力、有资金、有资本，把这些新闻媒体全部捏在手里啊！有人跑过来问我说：“哎，为什么媒体全是左派，右派不去花点钱搞一个媒体来跟他们抗衡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正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大家对媒体的不了解。我都讲过，我们千万不要用人民日报去套美国的这些媒体。美国的媒体不是讲你想听的话，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媒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是有新闻理想的人，当然他也要混饭吃啊。所以我们讲，保持一个国家怎么样有充分的信息，就必须维持新闻自由。保持新闻自由的前提是什么？就是2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有宪法在那里啊，第5修正案在那里，言论自由在那里，有宪法保障，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就是新闻理想，就是我们从读大学的时候，新闻概论第1天，我们就要开始建立一个新闻理想。什么新闻理想？追求真相。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他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相。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形而上的东西。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市场竞争。没有一个媒体可以有人花钱养着他，帮他说话的，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必须靠市场的资源，他才能够长期生存并且发展壮大。你说有一个中共跑到美国来，养个2、3个人，让他们办一份什么中华侨报啊，什么这个呢？可以，中共可以这么干，但是在美国不能这么干，干不了，因为没有意义。中国那些外宣的那些报纸，所谓的媒体，那是骗钱的。美国这件事情发生不了，所以他必须在市场上挣钱、发展、壮大。怎么挣钱？竞争，新闻竞争。新闻竞争比大家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新闻竞争有几部电影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来看，一部是讲水门事件啊，那个片名字还有一个叫编辑部，你可以去看一下。新闻竞争是非常残酷、非常激烈的，这是一个啊，我们叫新闻竞争，市场竞争是维持新闻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根本保障。只有不垄断出现，这个国家新闻和信息才是通畅的。
还有一条大家不知道，这是我们业内很重要的，叫编辑自主。一个报社要维持它的信誉，是它在市场上取得竞争的核心的要素。读者买报纸，读者看网站，不是看你有说什么，你是左派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他是对你的信任，他觉得你是在说真话，你是反映真相，我就买你。你是左派也好，你天天胡说八道，你是右派也好，你天天胡说八道，左派右派都不会买你，你一样的倒闭。所以市场就会淘汰的那些没有信誉的报纸。信誉是什么？公信力是报纸的生命，是媒体的生命。没有信誉的、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是没有生存能力，也没有活下去、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怎么样去维持一个报社的一个媒体的公信力，有一个我们内部的规则，叫编辑自主。就说编辑怀有新闻理想的编辑坐在那里和其他的报社和其他的电视台媒体拼什么？拼新闻，抢每一秒钟，抢每一个细节，抢每一个新闻，独家新闻。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有自主权的，总编辑管不了他。总编辑可以把他炒掉，但是总编辑就要面对一个他的问题，他面对的一个问题，他就可能被炒掉。所以叫编辑自主。编辑自主是维持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那你想一下，编辑部里面有100个编辑，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专业判断在选新闻、追新闻，告诉那记者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你去跑去。这就是新闻的现状。你们在编辑部看到的场景，不是一个总编辑坐在那里，然后后面站着一个老板，然后大家拿着鞭子叫跟底下的人我要什么，我今天我要什么，那是人民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媒体。正常的媒体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的媒体，他们是前卫的，他们是进取的，他们是不要命的在追求真相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媒体，他活不下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什么？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三权分立，再加上一个什么？加上一个媒体。我为什么说我经常讲，我相信美国的媒体，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媒体之一人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媒体没问题，不是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天天都在出问题，不出问题那不是行业。但是我说我信任他们的原因是我对他们整体有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中间不出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讲话，我们有前提，我们有很多的前提，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话语环境或者语境。所以有些网友在推特上挑字眼啊，就一个字眼然后就放大，然后在那个字眼再来放大，那就无法讨论。所以我在这里统一回答大家，美国的媒体是美国的基本国力之一，美国的媒体的发展的水平世界第一。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如果用人民日报去套这些媒体，你看不到你想看的新闻，他们也不会去满足你的要求，他只是追求真相，这个真相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大家记住这一点，新闻本身不是你想看的东西，新闻大部分都是你不想看的东西，但是你必须看，这就是新闻的价值。好吧，我们今天讲多了又，好，我们今天就讲那么多。我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美国媒体啊，就不要贴个标签，人云亦云啊，美国的媒体全是左派啊，美国只剩下了 Fox 一家右派媒体。如果你这样去贴这个标签的话，你把他们就当成人民日报了。美国的媒体不是这样的，你就在抹杀数以百万美国新闻工作者辛勤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有危险的。
美国的战地记者会死人的，死了很多人的。所以记者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呢？记者这个行业是需要60%的工作热情，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经验。为什么？你想一下，新闻工作者，第一，工作强度非常高，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时间压力，我们讲时间压力 time pressure 非常的高，这是个高强度的工作，这第一。第二，新闻工作者的收入不高，它不是个高收入的工作啊。第三个，竞争非常的激烈。第四个，它非常的需要你的热情。如果你没有新闻理想，根本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天都待不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跑在第一线的记者，他们脑子里，他们心里装的是什么？如果他是为了挣钱的话，没有人会留在新闻行业的啊，除非，当然你要做大咖，你已经变成大咖，那之前呢？之前你怎么扛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媒体是什么。你去看一下，有部电影叫《编辑部》，我印象中是叫《编辑部》啊，专门讲，应该是我忘记了讲什么事情了，应该是前些年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找来看一下，才能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媒体，然后我们再对它下结论。所以我今天开始，我不会在推特上跟大家再去讨论什么是媒体，因为我们认知上实在有太大的差别，好吗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看一下啊，还有吗？王先生，关于中国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不能兑换外汇和黄金的传言，你怎么看？这里面有很多人拿这个来说事情啊，就是说数字货币规定不能，第一，数字货币它现在还没有出街，还没有上线，所有的能够兑换外汇也好，黄金也好的传言只是传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数字货币就是人民币啊，以人民币法来看，理论上来说，它不应该限制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限制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数字货币就无法流行，无法推广，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这么做。但是他在这个产品上线的时候，做一些对产品做一些安排，有些东西我觉得有风险，我先不让它实现，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一个过程。数字货币就是货币。它只不过存在不同的状态当中，它就是人民币，它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这种传言拿来说是没有基本的常识，没有金融常识啊，可以这么说。观点与提问，王老师分析非常精准，只有美国可以影响香港局势，也只有美国能够钳制中共，而中共的倒台要靠内外力量的结合。首先美国带头围堵压制中国经济增长，由此中共实力削弱，开始从内部瓦解。大部分中共官员看到大势已去会跳船的，可是在哪一点才能造成中共高层的倒戈？我看不到有人勇于牺牲切身利益挑头反党。到底什么力量能打破黎明前的黑暗？真要回到一穷二白吗？我还是那句话，你要让中共结束他的政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需要很多的条件，内部的条件、外部的条件，而且它不是一个短的过程，是一个长的过程。是不是漫长不好说，但肯定是个长过程，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因素会让中共失去政权？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跟谁有关？跟这个总书记有关。就总书记，因为大家知道中共是个独裁的政权，总书记他的对这件事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是独裁的风险。独裁的风险就是你碰到一个好的厉害的，你可以发展的很快，你碰见一个不行的笨蛋，你这个党有很大的风险，这是独裁的风险。
这是跟这个有关系，还有一个什么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大势有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了增长期，它的拐点已经出现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后面的增长不会高过前面的增长，就是中国未来的中国，就是后面永远都不会比前面高了，它只是往下走了。那么这个大势，这个我们叫国运，一个影响这件事情的，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国运，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看什么时候碰出个火花来啊，这个就要等待或者观察，好吧？所以请你继续看我们的节目明谢 Yip 谢谢 YIP Yip 谢谢 Hong Pang 谢谢Blank Che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